897年，一个老探险家不慎跌入北极的一个巨大冰洞，眼前的景象让老人震惊。这是一个深埋千年的机甲巨人，老头无意的动作激活了机器人的导航系统，从此开启了潘多拉魔盒。巨人的眼睛发出镭射，把一个神秘的信息印在他的眼镜片上。这个信息就是赛博坦星能量体在地球上的坐标。100多年后，这个探险家的曾曾孙子山姆正打算在课堂上把老祖宗的眼镜卖出去，就为了筹钱给自己买辆车。可是同学们以为山姆只是在吹牛，这些东西根本卖不出去。好在山姆的老爸对他十分疼爱，在山姆的软磨硬泡下，还是答应给他买辆二手车。来到二手车市场，山姆一下子就相中了一辆黄色老爷车，擦掉方向盘上的灰尘，露出一个酷酷的车标。山姆喜欢的爱不释手。奇怪的是，车行老板并不知道这辆车是谁进的货，怎么突然就出现在了自己的商店里。本想坐地起价，不料黄车突然自己打开车门，瞬间震碎了周围所有的玻璃。这下可把老板吓尿了，赶忙以250元的价格贱卖给了父子二人。另一边，一架武装直升机突然闯入美军在卡塔尔的军事基地，屏蔽了雷达信号和通讯后，直升机竟然开始变形。几秒钟内就变成一只高达几十米的变形金刚，脆弱的美军毫无还手之力，基地在2分钟内被夷为平地。这只变形金刚是赛博坦星球霸天虎的成员训练，它的目的是从军事机密数据库中窃取信息，从而找到霸天虎的老大威震天。好在美军网络专家及时发现并拔掉了网线，于是霸天虎成员又把目标转向了空中1号。这只灵巧敏捷的霸天虎成员名叫迷乱，它可以变化成任何接触过的物体。来到档案室，迷乱从计算机中了解到了美军的兵人计划，资料显示整个计划和老大威震天有关，其中一个关键的人物是个考古学家。此时空军1号的防火墙中断了迷乱的入侵。飞机刚刚降落，一大批士兵冲入机舱逮捕入侵者，但迷乱早已逃之夭夭。此时一辆警车前来接应，他就是霸天虎的另一个成员路障。随后他又通过车上电脑获取到了那个考古专家的眼镜，正被男主在二手交易网站上出售。而此时男主和女友正驾驶汽车在路上兜风，但男主还不知道这辆汽车就是大黄蜂。调皮的大黄蜂还时不时的将收音机频道调成情感模式，男主尴尬不已，甚至故意将汽车开到郊外抛锚。但女主也是个修车高手，打开车盖检查，没想到这辆破烂的汽车居然有着如此高端的发动机，而山姆的眼睛1秒都没在车上。事后，等山姆驾驶汽车回到家，半夜里汽车突然自动开走，被惊醒的山姆也跟着跑了出去，以为汽车被偷了，直到来到一个郊外，汽车的踪影却找不到，却看到一个惊人的一幕，一个庞大的机器人正在向太空发射信号。可就在第2天，汽车居然又自己开了回来，甚至还追着山姆不放。懵逼的山姆很是懵逼，吓得他骑着自行车四处奔跑。没多久，他骑到了一个停车场，一辆警车出现，让他以为来了救星，结果这警车就是霸天虎路障。这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硕大的机器人冲着山姆一阵怒吼。这时谁还管得了什么眼睛？山姆撒腿就跑，女友担心山姆跟了上来，被山姆一把拉倒。眼看路障追来，大黄蜂及时出现救下了。俩人坐上了大黄蜂继续逃命，路障起身后继续变身警车，朝着大黄蜂追了上去。大黄蜂带领山姆两人来到一个偏僻的工厂，随后表示不装了，直接变身大黄蜂和赶来的路障打了起来。路障一边缠住大黄蜂，一边从口袋中放出迷乱去追赶山姆。刚开始路障略占上风，一把将大黄蜂扑倒在地，但大黄蜂起身后爆发了更强的战力，直接把路障摔到了变压器上，随后按着路障一顿乱锤。这边迷乱开始向山姆发起进攻，虽然这家伙个子不大，但力气一点都不小，还好女友找到一把电钻，3两下就把迷乱砍成了2半。但这样的手段对迷乱根本造不成实质性伤害，他拖着半截身子找到了女友的手提包，随后变身手机藏在了包里，搞定霸天虎大黄蜂也走了过来，还摆出一个霸气的姿势，然后摇身一变变回了汽车，请两人上车。路上女友说错了一句话。Why, if he's supposed to be like this super advanced robot, does he transform back into this piece of crap Camaro? 大黄蜂一生气，把两人甩下了车，掉头就扫描了一辆科迈罗，再回来已经是一辆超级有型的跑车。